老婆这么多年，你该腰缠万贯了吧？能不能先用30万就救急？等我以后发财了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30万我倒是有，但是你咋突然狮子大开口？结婚后咱俩钱都是各花各的，这些年下来，你肯定有不少家底吧？你跟我借钱，看来你是家底败光了，是不是遭人忽悠了？那得赶紧报警，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我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被骗嘛？就是有个哥们的生病了，急需几十万做手术，他向我求助，我一下子凑不齐这么多，所以想找你借点钱。这跟你平时的作风可完全不一样啊！你自己缩衣节食的，穿的都是地摊货，连100块以上的衣服都舍不得买，更别提别人和你借钱了。我就没听说谁能从你身上借到钱的，就连你最好的兄弟向你借，你最多也就借给他1000块。怎么现在你一下子要借30多万？可你平时的积蓄应该不止这么点吧？你自己的钱肯定全掏了，应该还是不够，所以你才来找我借。你就实话告诉我吧，到底是谁生病了？你快给我说实话。就是一个好朋友得了尿毒症，要彻底把这个病治好的话，得花好多钱。现在人家正等着救命呢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既然你不想借钱就拉倒，也没必要这样玩我呀。我怎么能不怀疑你呢？平时你都抠门的要死，送我最贵的礼物就是个100多的包包，现在居然一下子让我借给你几十万，我肯定得搞清楚啊！如果你不说清楚，我肯定是不会借给你钱的，毕竟这可是30万呀，不是3万块。虽然说这些年我也确实攒了一些钱，但这些钱也是我全部的家底了，我可不可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把30万块钱借给你。老婆，我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我只是怕你误会。其实是我以前的媳妇生病了，我不敢跟你说实话，就是怕你误会。你可别多想，她前段时间就有点不舒服，去医院一查，得了尿毒症。为了治病，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积蓄，她实在是没辙了，才找我帮忙。我一时心肠软，就答应了她。呵呵，原来是你的前妻病了呀，难怪你突然这么大方了呢。那可是整整的30万，你说借就借都不用眨眼。原来是老相好病了，看来你为了他花多少钱都乐意呀。你看看，你又误会我了吧？我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就是怕你误会。当初我跟他离婚的时候，他啥都没跟我要，就净身出户。虽然说我和他走到离婚那一步，双方都有错，但我心里总是觉得挺对不起他，所以他这次找我借钱治病，我没啥犹豫就答应了他。老婆，你可千万相信我，我对他真的没什么感情了，现在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的前妻生病了，你居然找现任妻子借钱去救她，你可真行啊！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压根就一点都不尊重我。你是怎么跟我扯到这件事上的？现在还有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把你所有的钱都拿给他治病了？而且你的钱也给他治病花光了，所以你才厚着脸皮来找我借钱给他治病的，对不对？老婆，你也知道，得这个病得花好多钱。幸好他发现的早，只要有钱，找到合适的配型，还是有希望治好的。我看他当时可难受得很，一时没忍住，就把我的钱全借给他了。呵呵，看来你对你前妻还真是深情啊！竟然花光了你所有的积蓄给你的前妻治病，你的积蓄没了，居然还来找我借钱给你前妻治病。我想问问你，那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呢？现在你们俩到底啥情况？今天你得跟我掰扯清楚。你之前还发誓跟我说和你的前妻是清白的，可你为了给他治病，自己背债累累救他，这还不够，还要从我这里拿钱去帮他。你说实话给我听，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去跟别人借钱帮他？没有，我哪可能去跟别人借钱救他呢？我就是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他了，现在钱没了，他又来问我要，我没钱了，这才找你借的。我真的没跟别人借过钱，你可要相信我，我跟他真的没啥关系。我和他离了婚以后，就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他给我打电话还是换了号码才打进来的。我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真的和他没咋联系过。老婆，你可得相信我。你都把你所有的钱给你前妻治病了，你让我咋信你啊？你所有的钱，它都是咱们婚内的共同财产，你拿咱们的共同财产去救你前妻，还瞒着我，也不跟我商量。要不是你找我借钱救你前妻那件事，你是不是准备永远瞒着我啊？你这算是什么？我咋能相信你和他清清白白？说实话吧，你们既然都离婚了，她是你的前妻，那你们俩就没啥关系了。她生啥病跟你都没啥关系，可你不仅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投进去救她，还要跟你现在的媳妇借30万去帮她治病。你说你一点都不爱她，一点都不喜欢她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吧？老婆，
你要不借就算了，还胡说八道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狠心。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，你还在那说什么风言风语，这是火烧眉毛的时候啊！行了，关于这个话题到此为止，我不想跟你再扯东扯西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和他绝对清清白白的。关于这笔钱，我再琢磨琢磨别的法子。你不借就算了，就别当我跟你提过这件事。你还要借钱去帮那个女人，那你把我当成啥了？咱们俩可是夫妻啊！你不仅花光了你所有的钱给她看病，现在还要借钱接着给她治病。这日子你要是真嫌烦了，心里还惦记她，就直接说。你咋越说越离谱呢？我跟他真的是清清白白的，你不信我也没辙。反正我已经答应为他继续借钱了，我不能说话不算数，你能不能别再闹了？你总得给我个让我明白的理由吧？你瞒着我拿咱们夫妻共同的财产去救你以前的老婆，现在你前妻还想让你借钱去帮她。如果这日子你真觉得过不下去了，那就随你吧，爱咋办咋办。你想去借钱就去借吧，你和我也不要再过了。既然你愿意为了你以前的老婆倾家荡产，那你就去找她吧。明天咱俩就去民政局把婚给离掉算了。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无情无义的呢？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？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现在竟然都跟我提出离婚了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。你先好好想想吧，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。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。又不是我犯错，我为啥要反思你倾家荡产？就因为你的那个什么，现在你倒是有理了是吧？要是我把我所有的养老本都拿去救我那个前夫，还找你借钱给他，你会咋想？咱们还是离婚吧，结婚以后咱们都是各赚各的钱，各花各的。这套房子是我跟前夫离婚分得的财产，已经属于我和你的婚前财产了，咱们也没什么财产纠葛了。今儿个你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从这家里搬走吧，明天咱们就去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吧。最后两人还是离婚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小七这样做对吗？